哎，你发现没？这世界真的变天了。不管是开车在路上，还是刷手机看新闻，甚至去那些以前吵得要命、到处是 V8 引擎轰鸣的停车场，现在都悄默声的。大伙儿都觉得内燃机这玩意儿快凉了，全球所有大车厂都在砸钱搞电车，跟疯了似的。福特搞出了 Mustang Mach-E 和 F150 Lightning， 通用汽车把所有宝都压在 Ultium 电池平台上了，大众更是往 ID 系列砸了海了去了，整个行业乱成一锅粥。董事会、政府会议里，所有人都说内燃机就是古董，又吵又脏又费油，没几天活头了。他们都说未来是安静丝滑的电车嗡嗡声，但是万一他们全错了呢？你想想，如果这时候有这么一个公司，来自日本广岛，规模不大，但特别有自己想法，它偏不按常理出牌。当全世界都在给发动机办葬礼的时候，它却在自己的实验室里偷偷摸摸的把发动机给琢磨得更牛了。全世界都压住说汽油机是历史了，马自达倒好，它不仅不信，还梭哈了，把所有家当都压在一款革命性的新发动机上。他们坚信这玩意儿能彻底改变开车的感觉。这操作到底是天才之举，还是垂死挣扎的最后倔强？今天咱们就来扒一扒马自达的底牌，看看他们到底藏着什么秘密武器。这项目太野了，目标是实现几十年前别的工程师早就放弃的梦想，把汽油燃烧的效率做到极致。这就是创驰蓝天 XK Active X 的故事，它可能会成为史上最强的汽油发动机。要搞懂这事儿为啥这么牛，咱得先明白为啥全世界都急着扔掉我们熟悉的发动机。100多年来，内燃机一直是咱们自由的心脏，带着我们去冒险，每天上班还赢下了无数赛车。但这颗心脏有个秘密，它屁股后面冒烟，是个污染源。问题其实就2点，第一是大家的看法变了。以前引擎的轰隆声是力量，是激情，现在对越来越多人来说，那就是污染的代名词。电动车因为零排放，一下子就成了高级干净的代名词。车厂们呢，说白了就是追着利润跑，赶紧洗白自己，让自己看起来特环保。但比车厂更狠的是政府，全球各地的监管部门搞起了环保军备竞赛，内燃机就是他们首要打击的目标。就说欧洲的欧7排放标准严格到什么程度，很多车厂都说了，再重新设计小排量汽油机去达标，纯粹是烧钱不划算，他们宁愿直接不卖这些车了。在美国加州那边的汽车标准简直牛到不行，说一不二，他们定个规矩，全美国的汽车都得跟着改，不然就没法卖。这规矩直接决定了整个汽车行业的未来走向。你想啊，这对汽车公司来说，想达标可不是改那么简单，这事儿有多难？我打个比方，这就像是你面前有个正在燃烧的魔方，你得在它烧完之前把它解开，你必须在让车子少排废气、更省油的同时，还得保证你卖出去的每一辆车都达标。这哪是改车，这简直是多线作战，不可能的任务嘛！这么一看，几乎所有大汽车厂商都算了一笔账。这研发成本也太吓人了，根本烧不起呀！那怎么办？商业头脑一转，干脆不干了，直接弃船，全力搞新的。他们的想法也挺直接，我干嘛花几十个亿去把一个老破技术修修补补，让它看起来稍微干净一点？不如把这钱拿去营销一套全新的完美清洁技术，听起来多高级，多省钱啊！这么一想，整个行业就跟多米诺骨牌一样全倒了，大众还背着排放门的锅呢，转型那叫一个彻底。通用汽车也高调宣布，我们要 Alling 全面电动了。福特更狠，直接把自己一分为二，一边搞老牌的油车，另一头全力冲电动车，整个行业的信号都一个样。内燃机的仗打完了，又贵又麻烦，还讨人嫌，政治上也不正确。哎，等等，这剧本好像不对啊，因为有一家公司似乎压根儿没收到停战通知，这家公司就是马自达。你说他傻不傻？为啥就他要逆着大流上呢？要搞懂这事儿，得回头看看马自达的老底儿。他家就不是个普通的造车公司，那是一群技术宅工程师在搞事，痴迷于造车这门艺术。他们有个核心理念叫人马一体，就是说开车的人车合一，得有感情连接。这种连接在马自达看来，发动机就是核心。就因为这几十年来别人都在研究怎么把传统发动机搞得更牛，马自达却一头扎进了转子发动机这个死胡同里。你猜这转子发动机有多不正经？结构复杂，费油费机油，还老是出毛病。按常理说，这绝对是个失败的发明，是个坑。但是啊，那感觉简直绝了，开起来那叫一个丝滑转速，嗖一下就上去了，还会发出一种让人欲罢不能的高亢尖叫。因为它又小又轻，车子的平衡感无敌好，用个词形容非凡。马自达就信这个，把整个品牌的命都押上了，最后还创造了赛车史上的一个奇迹。
1991年，马自达凭借4个转子发动机的 787B 赛车拿下了勒芒24小时耐力赛的冠军。直到今天，马自达还是勒芒赛场上唯一拿过冠军的日本车厂，而且他们赢的还是当时别人都不看好的怪胎转子发动机。说白了，那台转子发动机就是马自达的魂，它特立独行，就是一根筋的想把一件事儿做到极致，哪怕全世界都跟他说哥们儿此路不通，快放弃。后来环保法规越来越严，别的厂家都忙着搞电车，马自达呢，他又钻牛角尖了，非得回到最传统的发动机设计图版，重新搞活塞发动机，结果就搞出了大名鼎鼎的创驰蓝天 Skyactiv G。当别人都在玩小排量加涡轮增压这个捷径时，马自达偏偏在基础上下苦功，他们搞出了个吓死人的14。高压缩比，以前这种数据只在赛车上见过，好处就是每一滴油都压榨得干干净净，又省油又有劲儿。但马自达显然不满足，接着他们又整了个更狠的 Skyactiv X， 想把汽油机和柴油机的好处凑一块儿。这个火花压燃技术听着就特科幻，让发动机在高速运转时像柴油机一样高效，又像汽油机一样平顺干净。可惜啊，这玩意儿太复杂，实际用起来也没吹得那么神，在很多地方根本没上市，很多人都觉得又一个技术鬼才的科研项目算了。但在马自达工程师眼里，这根本不算失败，这就是一块垫脚石。他们踩着这块石头正憋着大招呢，准备搞个真正的大杀器 Skyactiv Z。 好，那到底啥是 Skyactiv Z？ 凭啥马自达的工程师觉得他们就能做成别人做不成的事儿？简单来说，马自达的 Skyactiv Z 发动机就是对完美燃烧的一次极致追求，它的核心就是围绕一个名叫 Lambda-Dome 的理论概念展开的。咱们来聊点实在的发动机，要工作就得靠燃油和空气，这两者的比例是关键。如果燃油太多，就成了富油混合气，动力强但费油，排放也差。如果空气太多，就成了平油混合气，省油但燃烧不稳定，还可能产生氮氧化物。过去几十年，工程师们一直在做取舍，动力强就用富油，想省油就用平油，最后再用催化转化器去处理污染物。说实话，有点治标不治本。那个最理想的状态就是化学计量比，也就是非等于 1.0。 在这个状态下，氧气不多不少，刚好能烧掉每一滴燃料，燃烧产物几乎只有水和二氧化碳。理论上，这是汽油发动机最清洁、最高效的运行方式。但难点在于，要在所有驾驶条件下都维持这个完美的非等于 1.0， 太难了。而马自达 Skyactiv Z 的目标就是消除这种妥协，让发动机在任何时候都尽可能完美的运行在非等于 1.0。这可不是普通的升级，而是汽油发动机设计的圣杯。他们是怎么做到的？虽然具体细节还在揭秘，但咱们可以看几个方向：是先进的热管理技术，通过给气缸做隔热，把能量牢牢锁在里面，让活塞的推力更强，实现了类似柴油机的超稀薄燃烧，高效又环保。它基于马自达 SCI 压缩点火技术的经验， Skyactiv Z 是这个概念的升级版，能对燃烧过程实现前所未有的精准控制。最关键的是第3点， Skyactiv Z 从设计之初就定位为一个完整的自研混合动力系统的一部分。这意味着什么呢？它不是简单的把别人的混动系统拼装进来，而是发动机和电机这对黄金搭档被同步开发。它的大脑和发动机完美协同，能让发动机尽可能长时间的保持在高效的非等于 1.0 状态。这种协同效应让它在低速行驶时也能平顺切换动力。马自达相信，这不仅能轻松应对全球最严苛的欧7等新排放法规，还能把那种独一无二的驾驶乐趣保留下来。这就是对汽油和电力关系的一次彻底重构。马自达并非利用混合动力系统来弥补发动机的缺陷，而是借此释放其全部潜能。Skyactiv Z 发动机是马自达更宏大，甚至可以说更具风险的企业战略及多解决方案策略的核心。说白了，就是现在很多公司都把所有宝都压在纯电动车 BEV 上，觉得那是唯一的未来。但马自达不这么想，他们觉得这事儿没那么简单。在他们看来，所有人都一股脑的冲向纯电，有点像一刀切，不现实。你想啊，电动车对有车库、家里能用清洁电的城市居民来说确实很棒，可那些住在农村或者当地电网还主要靠烧煤供电的人怎么办？正是基于这个考虑，马自达提出了一个挺有争议但也特别实在的概念，叫油井到车轮排放。意思是，电动车虽然开车时不冒尾气，但这事儿不能只看这一步，造电池、给电池充电这些环节产生的碳排放，也就是碳足迹也得算进去。
马自达的财务大佬就直言不讳地指出，整个行业光盯着车屁股后面那点排气管是个根本性的错误。马自达认为，在很多地方，一辆高效的混合动力车，它整个生命周期里的总排放量可能还真比纯电动车低。所以，马自达不搞唯一答案，他们要的是一个全家桶，一个完整的产品矩阵。他们的2030年前战略里，不光有纯电 BEV， 还包含一优化内燃机 ICE， 这就是 Skyactiv Z 技术的基础。二混合动力 Chev 和轻混 MAPCHEV 随 Skyactiv Z 一起亮相的新系统。三插电混动 FEV 主打日常纯电通勤、长途还有油兜底。四纯电 BEV 现在还在研发，但也是他们版图里的一块。五替代燃料，比如碳中和的电子燃料，甚至还在研究用转子发动机当增程器。这么干，马自达其实是在对冲风险。万一电动车普及的没那么快，他们手里攥着全球最先进的发动机就不会慌，而且把研发重心都放在 Skyactiv Z 这个平台上，还能大大简化生产，省下大笔成本。这步棋走得也挺精明。第一个拿出这套技术的就是新一代的马自达 CX-5， 他们的全球畅销车，在最重要的车型上首发，足以说明他们对这技术有多自信。预计2027款的 CX-5 就会搭载 Skyactiv Z 混动系统，性能更强，油耗也会低一大截。可以说 CX-5 会成为让全世界重新认识马自达燃油发动机梦想的特洛伊木马。那问题来了，马自达死磕燃油发动机到底是天才还是蠢？有人觉得马自达站错了队，电动化大势所趋，还往快被淘汰的技术上砸钱，这不是等着被时代淘汰吗？但支持马自达的理由也同样成立。第一，很务实，电动化不是一夜之间就能完成的，未来几十年燃油车还会有巨大的市场。等别人都放弃的时候，马自达要是能把汽油发动机做到极致，很可能就成了市场上唯一能提供现代、高效、好开的燃油发动机的厂商，甚至可能垄断最后一代神机。第二，很接地气，随着电池生产的问题越来越被大家看到，由井到车轮的讨论就更有意义了。与其把资源都投给少数富人买的高端电动车，不如优化未来15到20年里大多数人真正在开的车的环保表现，这样对环境的正面影响可能更大。第三，也是最重要的一点，他们守住了品牌的灵魂。马自达不认同未来的驾驶就是安静疏离的，他们认为效率环保和驾驶乐趣完全可以不冲突。Skyactiv Z 就是一次叛逆的宣言，它证明了车还是能让人血脉看的。他们赌的不是发动机本身，而是人车合一的驾驶体验。在这人人都奔着移动沙发去的自动驾驶时代，马自达是在为驾驶这门艺术发起最后一次光荣的抗争。这场豪赌结局如何，还得几年后才能见分晓。2027年的 CX-5 和 Skyactiv Z 发动机就是最终的试金石。消费者会买账吗？还是纯电动的诱惑更大？这简直就是现实版的大卫对战歌利亚，一家技术顶尖的小公司对抗全世界联合起来的巨头。但别忘了，马自达以前也当过弱者，他们凭那个不可能的转子发动机创造过神话。现在他们想再次创造奇迹，实现工程师们心中那个关于完美燃烧的梦想。所以现在想听听你的看法。你觉得马自达的多解决方案战略是天才之举，还是一场注定会输的仗？在评论区聊聊你的观点。如果你对这些正在改变汽车未来的技术感兴趣，别忘了点个关注，开个通知铃。因为不管未来是烧汽油还是玩电，通往未来的这条路肯定越来越精彩。